本媒体11月2日报道，驻日美军又在日本祸害日本人。据悉，在10月1日当天，3名驻日冲绳县的美军士兵因涉嫌酒后伤人，被当地警方逮捕。美军这还真把冲绳当成了法外之地不成？美军士兵在日本要是闹出点什么事，那基本上都是在冲绳县。6月份的时候，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加手纳基地内的河流就被检测出高浓度的有氟化合物。作为受害人的日本人去调查没问题吧？但是美军不仅把人给堵在门外，还不给任何说法，而且这样的事件在冲绳县也是屡见不鲜。2名醉酒的美军士兵在餐饮店施暴，当地人习以为常，没脾气的等着警察来把他们带走。或许当地的日本人也是被祸害习惯了，说不定没几天被带走的美军士兵又跟个没事人一样过来消费呢。所以要不是看到报道中一名美军士兵被捅伤是另一名美军士兵干的，还以为日本人突然这么有血性了，居然敢对美军动手呢。很显然，我们还是低估了日本人在美军面前的乖巧，而日本似乎也知道美军在日本的德性，所以冲绳县面积也就日本国土的0.6%，才会部署了美军在日本70%以上的军事基地。这态度就是，与其搞得全日本人怨声载道，不如就祸害一地来降低点影响。你要说什么年代了，美军还这么嚣张？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只要有日本官员背过战后，美军一直就是这么嚣张。2月份，驻日本冲绳美军的一架 F-15战斗机就在冲绳县附近掉落了一个重约3.6公斤的零件后，仍在不断起降的 F-15战斗机，日本民众发起抗议。5月份的时候，美军相关人员在冲绳县犯下一起重大抢劫案，涉案金额高达690万日元，日本民众也是发起了强烈抗议。但日本官员是对日本民众又是安抚又是补偿，这些事情就这么草草了事了。犯事的美军士兵交给美军后，照样该吃吃该喝喝。这么多年来，驻日美军在日本的犯罪、坠机及高空坠物、噪音等问题，那是一茬接着一茬。冲绳县民众深受其扰，但那又怎么样？这些恶劣行径就像是犒劳美军士兵一样，没见驻日美军道过歉，抓起来的美军士兵还得完好的给美军送回去，所以根本不存在日本民众与美军的斗争。美军犯了啥事儿都被日本官员一律承担，只要美军能开席。有人说要解决对岸问题其实不难，我国能够快速做到这一点，但是难就难在之后的治理问题。但个人观点认为，之后的事情可以往后面放，先把大业完成了再说。现在不断有美国高官鼓动对岸加强军事力量，在前不久连续3天向对岸发起军售，甚至还以进攻型武器居多，这也让对岸许多人都有了一个错觉，一个我们动手美国人会帮忙的错觉。但错觉终归是错觉。环球网10月31日报道，美国海军退役4星上将爱丽丝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也算是过来人。他表示，现在美军就算是想帮，就算想做点什么也做不到，对岸自己不争气，美军做什么都没用。他强调，我国海军拥有的军舰比对岸多6倍，这其中还包括了2艘航空母舰以及2栖攻击舰等大量登陆作战舰艇。除此之外，我军还有用比对岸多6倍的战斗机和超过8倍的坦克，对岸连数量都比不过，更不要与歼20隐身战机、轰6轰炸机以及150式轻型坦克等先进装备比性能了。所以总结下来，这位美军退役上将就一个意思：你们实在太差，带不动。胡佛研究所学者爱丽丝指出，对岸军事开支不到 GDP 的2%，拥有的军事实力不仅薄弱，还根本就没有积极的战斗意志。军事实力这块确实没说错，对岸部队中的丑闻和演习上的笑话闹得也确实不少，但对岸找的这个靠山就更加不怎么可靠呀。1958年，为了对岸，美国可以派遣6个航母战斗群。1996年，美国的第2个航母战斗群也能够用10天时间抵达该地区，但是现在美军在这一地区越来越无力。美国现在的11艘航母已经难以实现美军部署全球的意图，要不然西太平洋也不会不时的出现航母空窗期。而且美国的那点小心思，对岸的那点小心思，我们不清楚吗？现在对岸这么跳，美军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我国也早就开始做起了万全准备。我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和歼20隐身战机部署到东南沿海是给对岸准备的，想多了。对岸的军事实力确实有，但还不需要我国这么重视。这2大杀器的到来，无疑就是用来扼杀美国不该有的小心思。你不是要部署更多的 F-35隐身战机到西太平洋吗？我国把歼20拉出来跟你练一练，你不是不断加剧挑衅吗？我国来文的制裁武器供应商，来武的有东风17做主，也能够让美军现在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化为乌有。就在特朗普重要时刻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同意批准向台出售4架 MQ-9B 大型无人机，军售总金额高达6亿美元。一旦这笔军售的订单被敲定，也就意味着这是美国高保密的无人机技术以及法律放松出口以来首次对外出售这款无人机。
MQ-9B 无人机用于执行情报、侦察以及监视任务，是位于加州圣迭戈的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研制的，可在15000米的高空滞空15个小时。这款无人机是可以携带军事武器的，但美国出售的这4架无人机将配备侦察设备，对大陆将构成一定威胁。这并不是美国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提供武器装备。此前曾1周之内2次军售，且总金额一次比一次高。尽管有大陆的严厉警告，却也没有阻止美国这次的军售行为。如今再次提供武器装备，这无异于正面叫嚣。可以说，当前的紧张局势超过一大半都是美国在期间的教唆挑拨。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挑起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以从中谋取利益。随着疫情在美国大肆蔓延，特朗普迫切的希望能够制造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来转移国内矛盾。此前在南部海域的多次挑衅动作如此，现在的动作亦是如此。如果说两岸之间真的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则是必须要负主要责任的罪魁祸首。当然，美国如今这一系列举动早已经在疫情越发严重的背景下疯狂了，丝毫不再顾及自己大国的身份。此次美国对台军售，虽说从表面上来看对大陆将会造成威胁，加剧冲突爆发的风险，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但实际上大陆还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感谢美国。为什么这么说？一来，美国此次出售无人机违反了导弹及武器控制技术协议，同时 MQ-9A 无人机在大陆沿海活动时，如果大陆无法判定其是在进行侦察，还是想要发动攻击，大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将无人机击落。二来，大陆可以借此直接击落 MQ-9A 无人机，让他们彻底感受一下来自中国的反击。三来，锻炼我军实战能力。美国提供军事武器这件事，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对大陆的影响都是利大于弊的。军售确实是件坏事，但就像军事专家王云飞所说的那样，大陆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这是绝好机会。如此说来，大陆是不是还应该感谢美国的帮忙？人民日报海外网11月2日报道，美国现在的行为正在威胁全球军事安全，而美国现在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优势，也是不要脸面了。所以全球公认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却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谁的军事和安全威胁最大，当真是拿着手枪说别人的板砖威胁更大。每一年的军费开支占据全球第一的是美国，远超中俄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开支总和。建国后的240多年里，也就16年没有打过仗的也是美国。看看现在的中东，我们只能看到混乱的战争沼泽，以及美军一车又一车拉走并被保护起来的石油。或许也是在这样的战争传统下，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用武力解决问题。当惯了强盗，看谁都像强盗。看着中俄两国的不断发展，美国人开始着急了，他们眼中看不到任何合作的机遇，只看到了中俄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已经走到了仅次于自己，甚至有些领域都要领先自己的地步。所以美国人就觉得自己装满了不属于自己钱币的口袋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就开始面露凶光，又是不断加大对中俄经济和技术的封锁限制，又是大搞军备竞赛。美国的军事实力强不强还用说，美国人一直都以此为傲，但美国人觉得还不够，他们想要的是绝对的优势。不过美国人也知道扯大旗，也知道不能成为全球的公敌，所以就老是拿中俄来说事儿，并搞出一个所谓的大国对抗战略。美国人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是为了科技的进步，升级核武库和降低核武器的使用标准。也有说法说是中俄不断发展核武器，自己是被动的。这还真应了那句话，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美国能有今天，这句话绝对是关键。所以人民日报就直言，并且美国在大搞军备竞赛的同时，生物实验室的威胁更是迫在眉睫。有形的威胁固然可怕，战争之下生灵涂炭，但是这无形的威胁或许更是弥足深远。近日英国记者米切尔的新书《毒害太平洋》一出，直接引起了全球热议。当我们还在谴责日本将核废水倒进太平洋的时候，这本书指出，在数十年里已经将高达2900万公斤的芥子气和枯叶剂等生化武器，以及454吨放射性废物倒入了太平洋。而这仅仅是美军生物实验室的恶劣行径之一。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立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随时可能因为意外让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美国，一个眼中没有任何红线的美国。